非常开心，今天我们在荧光笔重新回到大家的眼前。从今天开始就是2023年的8月2号，从此以后我们每个礼拜会上2支影片，请大家多多期待。还没有 subscribe 的赶快 subscribe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莹莹。那今天呢是荧光笔重新开台的第1集嘛？那第1集呢，我们当然是要请重量级人物、国际巨星来震一下场啦。所以今天要为你隆重介绍的是阿努旭瓦圣雷嘎，马来西亚版。来看一下，有线条没有？找了很久一下。今天来介绍沙奴西呢，除了是因为6州选举要到了，其实是我们更希望大家理解，可能沙奴西在非马来人或者是在城市选民的眼中呢，他只是一个很爱炒作啦、很爱乱讲话的政客。但是沙奴西其实在部分的马来社群或者是乡区选民的世界当中呢，声势可是非常的高的哦，不容小觑。虽然呢，他在2020年才接任吉打州务大臣，但是呢，他总是靠着炒作啦、挑衅啦、敢于发言啦的这一个直率风格，甚至还刻意在很多的演讲中飙脏话，来为自己累积了非常多的铁粉。So 这一集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在 TikTok 上一些人气表现，以及说为什么呢？他是马来西亚的川普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重温一下荧光笔精心为你整理准备的沙奴西争议言论 Top 5。等着被激怒吧！要给槟城人喝泥水。2021年的3月呢，沙奴西就跟槟城呢讨生水费。他的理由是呢，槟城在槟城的境内取的水啊，是来自姆达河苏埃穆大，而苏埃穆大的源头呢是来自吉打，所以呢，槟城必须要给吉打钱。槟城在槟城的境内取水，可是要给吉打钱，这不用想也知道，槟城人一定是拒绝付钱的嘛。那因为呢，苏埃穆大是自然流进槟城的境内，槟城在河的下游去取水是合法而且合理的。那沙奴西呢被拒绝之后呢，他就很悲伤哦，他就说，那吉打呢现在是在规划这几个会影响苏埃穆大的项目啦，尤其呢是会影响在下游取水的槟城。他说，如果槟城不给钱我，那到时候他就只能够喝泥水咯。威胁我，影射印度人爱喝酒。2020年的12月呢，吉打呢就以非法之名呢拆除了一间历史悠久的新都庙，结果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咯。那国大党跟行动党的印裔领袖呢，就难得因为这件事站在同一阵线去批评沙奴西，可是呢，没有想到沙奴西却反过来指责他们，谴责他们成英雄哦，说他们不要只是喝了1瓶，就好像喝了2、3瓶这样子醉了啦。还有这一句马布托利。这句话一出来呢，马上就有很多人抨击他，说他影射呢印度人很爱喝酒。虽然呢他事后辩解说他自己没有影射啦，不过他的解释呢也没有获得太多人的认同。槟城属于吉打的。2023年的5月，当吉打跟玻璃市签署边界主权协议的时候，沙奴西竟然就跟记者讲说 Yang saya tahu Pulau Pinang tu kedamnya, Pulau Pinang tu kedamnya 他甚至呢还鼓励现场的媒体呢写出这一句话：哎呀，槟城就是吉打的，来大家写啊写啊，tulis你写啊。当然哦，这个新闻一出来就立刻轰动全国，因为他的言论呢已经是违反了联邦宪法，宪法清楚的写明槟城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州属。But then 虽然呢他是受到了很多的抨击，但是他依然故我，甚至还获得了马哈迪的声援。其实呢，无论槟城人有多么的生气呢，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不合理也好啊，沙奴西已经从中得到了他想要的新闻版面，甚至让更多的保守派变成了自己的铁粉。谁要预约停尸柜？2021年的8月哦，当马来西亚还深陷在疫情当中的时候，沙奴西就去巡视这个疫苗接种中心咯。那时候呢，记者就问他啦，停放确诊者遗体的这个停尸柜够不够呢？他竟然开玩笑的说 Kontena jenazah mencukupi. Go， 谁要进去？来。Siapa nak masuk? Bagi nama. 对。OK， 这种不好笑的玩笑呢，好像就是基本上大家听到都会觉得。而且呢，还有一种在罹难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的感觉。那当然，受到了大众的挞伐之后呢，他才很少见的为自己的失言道歉。Saya ambil kesempatan pagi ni lah untuk memohon maaf. 这件事情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兜的咯，没有礼貌就没有礼貌。演讲爆出切嘟嘟。2023
2023年的6月份呢，沙奴西就在槟城进行政治演讲。他在说服槟城人呢不要害怕伊斯兰党的时候呢，他竟然呢飙出了这个福建的脏话。Jadi nak takut apa dengan PAS? Pergi tengok di Kedah, mana ada satu Cina kita suka potong dengan tak ada. 现场的观众呢，听到脏话呢，当然是笑成一团啦，一团啦的粉丝呀。不过呢，除了这群粉丝呢，基本上其他人是笑不出来的。你笑得出来吗？那这段影片呢，在网络上广传，有很多的女性议员呢都站出来谴责他，甚至呢有人到警局去报案。不过呢，他好像也 don't care。其实呢，沙奴西的争议言行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深聊，因为要水蛇春咁长啊。所以呢，只能说这个表这么长，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少的争议了吧。如果你现在是在嘲笑这沙奴西的话呢，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停下来思考一下，他到底是无意识为之，或者是这个根本是他的 strategy 策略性的政治操作。以下我们为你整理了国内不同的学者对于沙奴西的评价还有分析。Dr. Muhammad Azizuddin 他就说了，沙奴西对于马来人呢有一种磁吸力，尤其是对于年轻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个性反叛，大胆又无所畏惧。不过呢，截至目前为止呢，他的发言都只是把自己变得更受欢迎而已。Dr. Shaza Shukri 他就说，目前呢，我们处于凡事讲求政治正确的年代，但是沙奴西呢，他却有一种有话直说，无畏的说出很多人不敢表达的观点。因为沙奴西跟小心翼翼的传统政治人物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他就跟一般的平民，尤其是击打马来人产生了连接。这样也是啦，毕竟我们选民呢也是看到很闲啊，那些讲话兜兜转转啊，一直讲啊，但是又讲不到重点的这些政治人物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位讲话极度坦白的政客，你会不会也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？那如果这个人不是来自国盟，而是来自西盟，你又觉得怎么样呢？我想到一些人，什么那个什么 Superman 啊？接下来 ，Dr. Azmil Mohamad 他也更直说啊，沙奴西是给人一种反精英的草根形象。这个呢，就跟美国川普所塑造的这种形象跟观感非常的相似。比如说很粗鲁啦，很庸俗啦，很无理啦，铁本呢都会给他绝对的支持的哦。而外人呢，对于他负面的看法呢，则一点都不重要。这几乎就是川普走的路线了。那如果呢，城市人把他当小丑的话，那就是低估他了。沙奴西是一个精明老练的政治人物哦。另外一位学者 Dr. Muhammad Tajuddin 也认同他的说法，他说沙奴西不是小丑，反而是一名精明的马哈迪弟子。因为沙奴西呢正在重复着以前巫统的伎俩，模仿当年马哈迪处理新加坡水源的方法，炒作槟城水源的问题，再把非马来人呢视为敌人，最后再大声的喊出捍卫马来人和伊斯兰的口号。毕竟呢，在马来西亚呢，要赢下选举的方式呢，并不是讲一些很难懂的理论和话，而是制造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仇恨就可以了。So， 听到这里，你还会觉得他只是一名小丑吗？TikTok 人气第一名，因为6州的选举要到了嘛，所以我们就根据6州首长的粉丝量以及按赞总数来进行排名。无论是这个粉丝啦，或者是按赞数啦，沙奴西都是排第一的，粉丝有41万。按赞总数高达500万，你觉得500万好像还好 ？OK， 我们就把团结政府的最大咖安华放进来给你看。那你看到吗？就算是安华的粉丝量是比沙奴西多 ，But then 他的按赞总数呢只有300多万。可能安华的粉丝看到这里呢，就会觉得不爽哦，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偶像安华拿来跟沙奴西比？他算什么啊 ？OK， 那容我们呢引用这个 Dr. Muhammad Tajuddin 预测的，以现在的这个局势发展来看哦，沙奴西很有可能会成为1党主席。甚至是未来新首相的竞争者。我起鸡皮疙瘩，沙奴西要成为首相哦 ，no！ 不知道看这影片的你呢？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？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，你也可以去我们的 FB 啊 IG 留言，让我们知道一下你们的感受。还是有人支持他？其实呢，刚刚那位教授的文章呢，也算是他个人的观察以及推测啦，也不是真正的研究。不过呢，大家呢还是要有一点点留意，因为整体而言呢，3位国盟首长在年轻人的 TikTok 世界当中呢，都比西盟首长更受欢迎，而排最后的是宾州首长。只有6000名粉丝。大家都知道，2022年的全国大选，国盟呢是单靠着 TikTok 的攻势就收刮了年轻手头族的大部分的选票，所以西盟也要加油喽！无论如何，这个 TikTok 的数据呢，也不代表着选票或者是选情，这只是我们用最简单和直接的方式来呈现6州领导人在 TikTok 上的人气。再强调一次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哦。
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制作几支呢跟6州选举有关的影片，比如说国盟的 strategy 是什么嘞？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在 TikTok 称霸，抢走年轻选民的选票？那就要记得留守我们荧光笔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如果呢，你对于这次的选举，尤其是沙奴西有更多其他我们没有说到的想法，或者是你的分析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下一期会讲 TikTok，我们来观察一下 TikTok。